我其实一直在想，价值这2个字，在这个时代，它有存在的必要吗？我靠，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其实只有价格问题，没价值。我觉得那是一个自然现象。我们现代社会基本上有2个最基本原则，就是民主，大家都一样，大家没有人比谁高；另外一个是自由，每个人可以自由的选择喜欢的东西。为什么到最后大家不会坚持价值？因为很简单，因为民主社会就是是不是？是不是说你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现在的基本的运作方式。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们是因为看到那个蔡志浩那个事情？没有，其实我们看你的东西很久了，没有特别因为蔡志浩，对，就偶尔就是会看到一些，你觉得你写的东西，这个观点很独特。应该是说，我觉得那个东西很好，关心的事情偏左，可是你的观点偏中。通常有人大家会不喜欢这种态度，会觉得说好像你就是都不想得罪人。我必须说，这样就以蔡志浩那个事情来说，我身边的朋友因为我在出版社的人嘛，对，我身边朋友全部都跑来骂他，而且是那种我觉得其实比较温和的、比较老成、比较持重、比较理性，对，也都很愤怒的骂他，爆掉了。对，其实我那时候有点吓到，我想说不买书的人不是多得很吗？对，为什么有需要生气成这样？但是我后来慢慢去想说，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生气？后来发现对啊，确实蔡志浩那个角色比较特别嘛，他不是只是一般的消费者，不是读者，他是被请来去访视的，对，他别人理论上他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协助的嘛，所以去骂他，我觉得好像也没有不对，因为你应该是提供建议的人，而不是去泼冷水的那个人。但是我就想说，其实换个角度来说，我自己做出版做了10几年，我也非常清楚，我知道我身边有很多人其实是。就你撇开同温层，其实大部分人其实是不会看书的，对不对？同意。那其实对我自己来说，我平常做出版，我最好奇的就是说，那些本来不会买书的人，你要怎么去影响他，而不是那些本来就很认真买的，对，本来就是你的同温层，本来就是你的粉丝，本来就是八旗的读者，那你也不用担心他。对不对？那你真的听不到声音的是那些不买书的人。那我会觉得说，这时候有一个人居然跑出来跟大家说我不买书，那我会觉得我很好奇，说这个人在想什么？对，我不会急着说我先去骂他这样。你想要多理解。我那时候反应是这样。对，那换个角度来说，你骂他也不会解决问题。对啊，是买书的也不会变多。对，你不可能因为骂他多卖任何本，出版业也不会比较赚钱。对啊，所以我就觉得。你那些力气可以省下来做一些别的事情你是实用对。如果说我今天跟你吵架可以得到什么东西，那我也许就去想一下我要怎么跟你吵架，怎么吵赢。那如果今天吵架不会有结果，不会改变任何状况，对，我为什么跟你吵呢？但就算有人践踏你心目中的价值的时候呢，那我会跟他吵。你会跟他吵？对，你的底线是什么？比如说好了，你有不同的，你最近生气的，你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我觉得可以，但是你不要侮辱人，人身攻击这个我觉得不 OK。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立场，但是你去伤害另外一个人，或者是做不实的指控，这个我就没办法接受。我看蔡志浩那个事情，我第一个时间就跟他讲说，就是他没有顾及到这些爱书的人的情感。是。但他讲的不见得是错的。但是他就是完全没有顾虑到，对，因为我觉得人是除了理性的，还是情感的动物了。当你很相信的东西的时候，被人家这样突然讲完了，会心情不好。而且我觉得很大的问题是，出版界其实大家都很辛苦，是，然后大家也都很认真的卖肝啊、地心啊、长工时在做。这时候你跟大家说我就不买书，我觉得那有点伤人啊。对，有些人说是他可能他信仰的价值，对，一辈子。而且是因为大家真的都已经在很辛苦的状况下，你又来泼冷水，大家就很受伤。你在出版业多少年？2010差不多。2010年，10几年了，13年、14年，对。你自己看这个行业的状态是什么样？这个可以聊3天。因为我必须说一件事，很多人都觉得出版社是一个赔钱的产业，但其实很多人是赚钱。对，然后我可能比较幸运吧，不是说我赚了很多钱，而是说我过去待几个单位，其实过去几年其实都是还是在成长的，但疫情以前都成长。疫情前1-2年还好，
但是2002、2003好像大家就真的以前是成长的出版社，到2002、2003、2023也停止成长，也停止。对，所以所以疫情反而不好。疫情后期就是开始，疫情第1年还好，因为很多人不能出去了之后，在家里或不能出国，但是在家里反而会买书，但是他买书跟过去买书的种类会稍微不太一样。怎么说？他可能是会买一些比较轻松的，因为大家已经很紧张了嘛，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对，就觉得说我不要看那么严肃的，不要去看一些讨论未来的，看一些比较轻松、娱乐、温暖、励志的东西。所以其实疫情前第1年2021、2020还 OK。对，但是买书的取向方向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整体市场还 OK。然后疫情恢复之后，出版的买气并没有恢复，因为大家就出国玩了，对的，或者是疯狂shopping啊之类。对，那我觉得像我们书店也是一个很辛苦。对，就是因为我们书店有办那个订阅会员，等于就是你每个月缴300块给我们书店。然后我们书店会提供免费的咖啡，跟1年1度有一些送书。疫情前我们的会员好像最多到900，所以每个月就是不小收入。但是疫情结束之后，大家就会想说那你们应该理论上恢复正常营业啦，那是不是我们就不需要再 support 你了？所以那个订阅会员人数就巨减，所以反而但是买气，大家逛书店的习惯并没有恢复。对，所以我去年吧，前年有跟唐山的老板聊过，他说他那时候就知道这件事情，他就说，大家消费开始转为线上之后，在疫情的期间，他很怕说，等到疫情恢复了，大家还是保留了那个在线上消费的习惯，不会去实体书店买书。那显然唐山老板大概是对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所以就回到蔡志浩那个东西，我觉得。对，他其实没有顾及到大家那种心情的感受，他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吧。对啊，我觉得脸书上的发文其实有的时候很可能就是你当下一个心情的反应。我觉得你当时有个冲动，有个灵感，就把东西写下来。那你没有想到那个没有要顾虑这个人。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把脸书当做一个沟通的工具，其实蛮可怕的。有点可怕。对，这是真的。沟通有时候还是需要有，比如说你要让我知道我今天是什么场域，来的是什么人，我要跟谁沟通，我要用什么语言讲这些东西啊。而且有时候可能有一个人写脸书写了10年，然后都默默无闻，对，但是可能留了很多好东西，但是没有人看。那突然一篇文章这个逆风的东西就爆红，然后大家就开始狂骂这个人，但他没有在看到他前面10年的耕耘这样子。对，是，我觉得脸书上常常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好像你也没办法，这个世界现在的生态就是被演算法控制。对，现在我最近有一个感觉，就是哪里有冲突就会有人，真的，每天我在看那个 thread 上面，哪里有人爆料，然后你看到冲突，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人的，我觉得人性哈，对，就是看到血你就想要说，去闻一下到底是谁跟谁打斗出来的血，然后每个都要发表一些意见，对，然后我都不认识那2个互砍的人是什么人，然后我就去了解说他是谁这样，我自己都发现我自己有这个倾向，然后我会适度的去提醒我自己说，其实这件事不关我事，也不需要这么过度关心，但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要看一下。那很可能是因为你是新闻系的吧？是会不会？没有，但我觉得现在所有的广大的这个乡民朋友们跟我应该都是差不多的状态啊。我不会，我还好。你还好吗？因为我每次看一看，我都觉得就他的观点而已，有什么需要这么紧张的？我可能比较像是你这种性格，没有，我就觉得就一个人的观点，为什么要这么的？好像大家都希望别人的观点是要接受我的检验、跟控制、跟批评。对啊，对，我就说那是你的想法，我不需要逼着你跟我一样。对，而且他只是一个人，那其实应该也有更多的人是像他一样的想法啊。对，不买书的人真的是多了去了。对，就很多事情你会想说，其实他说出来被骂是一回事，但是其实很多人不说，不表示不跟他想法不是不一样。是啊，对不对？很多人只是也是那样想，只是没讲。对啊，如果光讨论这个人他不买书，然后他就是他何以成为一个访视员等等这些，我觉得这些都好解决。那重点是书还是没人买啊？不是吗？这件事情解决了吗？很辛苦啊，真的。对吧？
就不看书的、不买书的，他还是没有买，他还是没有看啊。所以这件事情以结构性来说，它还是没有解决啊。是啊。而且我的重点是，为什么大家会在网络上面买？它一定也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譬如说你书的定价，你还有折扣，对，等等之类的。但它还是有关联的，它还是有关联。你如果实体有办法卖的比网络上更便宜，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去实体买。对，因为其实大家在很认真的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没有人会去听的。是，对，因为立法院也办过公听会，然后办了好几次，然后平常大家也会讨论。可是这种讨论的时候，那就变成业内的人会花很多心思去讨论，不是大众在讨论。对，没有讨论到最后，我觉得到最后还是几个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应该是靠自由市场去解决，还是我们要政府去干预？对，那政府干预，我有多少预算？对，去做这个事。所以其实要政府干预去强迫统一定价制，也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也是很有争议。对，它真的是好的事情吗？而且我说实话，你看像这一次地震，你看大家倒的。就是都是书你有没有看到？对，我觉得是因为我同温层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分享自己倒书的样子。对，那台北市一坪多少钱？拿来摆书？然后我看了所有那个po那个书倒了满地的那个照片之后，我就在想，我在检讨自己，我应该是家里的书不够多，所以没有倒，所以都没有倒成这样，我就有点惭愧，没有那样的照片可以拿出来分享这样子。我看廖志峰那个仓库好可怕，好恐怖，还有水准书局，哇，那个倒的，对我有几个朋友的倒了，好吓人哦，倒到那种连走道都被埋住，对，出不来，都没有走道的。对啊，我想说，哇，天哪，清都不知道从何开始清。有，我看你们上面好多书，好羡慕。还有嘞，其实还有在楼上还有一头拉，哇塞！你觉得不买书不看书的怎么解决呢？觉得不用解决啊，我觉得有的人就不看书，你这是没办法的事。对啊，首先要讲，就是台湾的出版量其实真的很大，就跟世界上很多国家比的话，当然我们不是 top one 的，但是我们的出书量本来就确实很大。其实我有跟外国的出版社聊过，我2010几年的时候去法兰克福书展，去那个遇到几个美国出版社就聊，比如说他们在美国，因为他人口多嘛，他畅销书可能可以卖到50万、100万这样，我随便举例。那他们的学术书呢，可能是什么论文啊、诗集啊，或什么某个教授的论文，可能也只能卖1500本、2000本，那是全美国哦。可是那样书，同样书来到台湾，可能也许也可以卖1000本、1500本。所以其实台湾的阅读量，我觉得就是那个落差很大。就是很爱看书的人，其实我们的人蛮多的，对。但是你也不能期望说每个人都去看那种书嘛，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比较的时候，其实还是要把一些背景的东西拉进来看。对，那当然出版这几年确实在递减，可是其实那个基础点到底是什么样的基础点到底是合理的，我觉得其实都那个东西很难去验证。大家会觉得出版大家不买书，其实很大一个问题是你要回过头来看，我觉得台湾出版量确实也是很大。就回到你刚刚问我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要离开8期，其实有个原因是我觉得台湾真的出太多书了。那有时候你会想说，这个书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小众的议题，但是台湾也有很多人出。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出书这件事情本身是件好事，这表示说在台湾的读者，你想看任何书都很有可能刚好有出版社会出那样的书，对。但是那些书其实你即使放到美国，放到别的国家，它可能也就是很小众的一群人。所以是台湾的出版能量非常强，那只是说台湾的读者市场可能没有这么大。对，就供过于求。对，我们会希望那个需求够大，可以 support 这个供给。我觉得应该是供给跟需求是相对应的，一起起来。像我自己的理念会觉得说，或者是很多出版社的理念是说，我们一年不需要出那么多书，但是把每一本书做好，你的编辑过程、你的市场行销、包装定位都做到好、做到满再出，那它也许可以卖3000本、5000本。但是我知道有些出版社的想法不是这样，有些出版社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书会卖得好，什么书会卖得差，那我能做的是我确保我每个月都出一本书。我如果每个月我一年也许本来做6本或8本，但是我现在每年做12本，那就表示我命中的几率提高了嘛。乱枪打鸟。对，交给市场决定。对，那变成说那个有的出版社就是大量的撒网看看，对，那个轰炸市场。对，那当然也不是说每个出版社都是这样啦，有的人会这样做，我都觉得，
就整个市场出书的那个方式很不一样，我觉得跟经营方式都不一样。对，我觉得台湾出版市场有个很有趣的点，就是国土有做过统计，就是台湾大部分的出版社其实都是非常小非常小的出版社，就是在美国也好，在欧美也好，日本、韩国，它都是出版集团。对，比如大家去东京，你会看到好像是角川吗？对，它有一个地铁站，就是那个出版社，很可怕。他们都是很大的集团，那他们很大的集团，你说有没有垄断问题？可能也许有吧。但是好处是说，他们资源可以整合，然后出版社也有足够的资源去 support 一些小众的或者是作家等等。然后他们整个产业要谈一些合作，比如说好那个图书统一定价制，他们比较好谈，因为他可能也许3个大出版社决定了，比如说50%的市场，那他们谈好就谈定了。可是台湾最大的出版集团好像也没有占到3%、5%的。市占率百家争鸣，对，所以台湾基本上你要所有的出版业谈出一个什么事情来，也很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能要凑个几千个人、几百个啊，是这样子。对，所以它有些先天体质的问题，对，它也不见得是问题啊，它就是一个现象，是怎么样？是。那台湾的好处就是说，你几乎什么样的书都看得到有人出，对，非常小众，非常。都有，所以其实，在台湾做出版很累，但在台湾做读者，我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对，可是这为什么跟你离开八旗会有关系？我就觉得，因为我们出书出实在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我的理解里，但我的那时候我老板可能就不同意，富察也好，或者是郭先生也好，他们不觉得这个。他们可能就是角色不一样吧。我觉得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做一些内部的讨论，来减少出书量。当然，这也许也不是一个出版社可以决定的。那总之，我觉得书实在太多了，不差我多一个编辑少一个编辑。对，所以我就讲说，那我去换个事情来做做看，这样子。理解。对，那很多理由，这是其中一个理由。对。那你一直以来关注的东西，我看都是比较偏政治的文史的东西啊，都是很硬的一些议题。对，相对一般人来说觉得相对严肃的议题。对。你觉得你关注的这些东西背后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是我个人兴趣吧，对，所以我觉得我做出版虽然做的很累，但是我做的是快乐的。OK， 对，我觉得我跟很多人在职场上的人比起来，我觉得我很幸运一点，是我做的东西都是我喜欢的东西。那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说那个东西刚好是台湾缺的。OK， 对，比如说我有一阵子出了很多关于中东伊斯兰的东西的书，然后那刚好就是前一阵有叙利亚战争啊，有那个 ISIS， 然后你就觉得很好玩，就是全台湾或者整个世界都在讨论回教到底什么回教，伊斯兰的信仰到底什么，可是你在台湾找不到一本讨论古兰经在讲什么东西的书，对不对？那你就觉得说，那也刚好有个知识上的空白。空白有2种状况，一种是真的没有人想要知道，对，它就是票房毒药，然后就是没有任何人想知道。那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可能有人想知道，还没有人去做。对，那但是你不知道，你就去做做看嘛。那票房，我觉得我运气都还不错，就是做几次都还算成功，至少票房上还可以过得去这样子。以前八旗很特别，就是我们从来都不去抢主流的东西。对，很多代理商都会需要把那种畅销的那个受瞩目的书推销给你，然后希望你用重金去买回来买版权。但是我们从来都不做这种事，我也不跟人家竞价。如果有人跟我竞争，我就说送你这样子。那我就是找一些不是那么主流，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人会去关心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我也好，以前富察也好，整个八旗也好，大家都是一些你要说做自己好像也不完全准确，我们也不是没有去考虑整个大的知识环境的需求，但是我们还是会去想要找一些我们觉得应该会有人有兴趣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归功在我们的思想其实趋近于越来越多元，接受多元，或者是自由。
我觉得言论自由绝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土壤啊。我们有国图会要求你提供一些资讯，但它不是审查，对，它只是类似报备制。对，就是你让他知道这样你要出什么书，但是基本上台湾出版几乎完全没有限制，唯一的限制主要是商业上的限制。你只要你觉得你这个书出来不会赔钱，或者是说不会赔太惨，你就可以出。哇，我突然觉得蒋渭水当时写的那个临床讲义，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是有进步的耶。有，我觉得是有的。当年蒋渭水那个年代，他还是要进口很多书嘛，因为他在台湾本土出版业是不容易，不太行的。那他也想要借由书，然后去拓展台湾人思想上面的一个。我觉得出版就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对，当然最近过去5年10年，其实台湾本土作家开始大量的出现，然后也有很多我自己很喜欢的本土作家。可是长期来看，我觉得出版很大一个作用就是还是把外国的最尖端的思想引进。对，整体来说，出版业在这方面做的算是很不错的。对，其实一直到这几年，其实你都可以看得到一些外国很重要的作品，其实台湾很快就出了。对，出版有个好处就是说，你每个月做的不同的书，都是一个新的开始。这个你从来没有真正的 repeat 的一件事情过。在这个做的过程中，也像你说的，就是你总是觉得说把一个东西从无做到有，然后每次做不一样的东西，有一个新的作者、新的概念，然后可能也面对不同的读者群，是，然后你要去想不同的包装跟行销方式，它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做出版最好玩的东西，甚至是同一个作者写个类似主题，其实放在前年出跟今年出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市场氛围不一样，对这个社会环境、当下议题关心的东西不一样，你也会觉得说，你的工作是有意义的，因为你把一个东西本来台湾没有的东西做出来了，然后让可能有些人看到。那你到底为什么离开了呢？他刚不就讲了吗？他没讲完。对，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就跟富察吵架。对，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知道，我跟他的政治立场是非常不一样的。对，他是一个挺川普的人，然后这个是不是？那你们为了美国的，对，为了美国的，然后对，坦白说，也许讲出来大家会觉得很幼稚，或者是我有时候跟人家讲，然后人家好像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就觉得所以他挺的是美国的 conservative 的，对。但是我觉得重点是，如果他挺共和党，挺保守派，我觉得我 OK。对，你挺川普，他是挺的是川普，川普不是真的保守派，所以你是比较 liberal 的。对，然后川普不能代表保守派，你不能把川普当保守派。然后我们常常为了这件事情争执。OK， 然后他喜欢把他，因为你也知道他是一个他很爱说书，他对书都有很强大的热情。对，然后但是他有时候会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来诠释一些事情。然后有时候就觉得不对，这个东西不是这样，你不能把这个共和党的东西说成是民主党的，把民主党说成共和党。这个保守跟自由其实还是有严格区分。反正还有他的理解啦。所以呢，其实真的直接的导火线是我跟他吵架。对，这么好笑。对，就为了这件事，这个，所以你们不相信对不对？我没有不相信，但是就是真的就为了这个，那是一个直接的导火线。对，好吧，我们为了直接导火线喝一杯。喝酒。然后重点是富察后来就被抓走了。富察是几年被抓走去年的3月底。2023年。对，2023年3月21、22。对啊，我们听众可能不知道富察是谁。对，富察是以前八旗文化的总编辑。对，然后他是中国人。对，但他在台湾，他的老婆是台湾。他在2009、2010年的时候娶了台湾太太，所以来台湾，所以创业，然后成立一家出版社。然后我是那家出版社，除了他以外，中间还有另外一个人，我应该算是第3号员工。003。对，003。富察是001嘛，中间有个002，我是003。然后我在2010年的时候就在那边在八旗做了1年半。OK。1年半做了1年半之后，中间离开去别的出版社做一阵子。我2016年又回来，2016到2022，所以26年。对。对，所以他八旗主要出一些比较文史历史政治的东西。然后他2023年
回去大陆探亲。探亲跟他换那个签证，换签证吗？还是他是想要？他对啊，他其实是要去放弃的，对，他的中国籍，放弃中国籍，对，他是要放弃中国籍，他要去放弃，结果就一去不复返，对，到现在他其实不知下落。以前就是每年都会回去一次啊，因为他妈妈跟妹妹都还在那边，对，然后疫情期间他爸爸过世，所以他回去也是很多人会想说他为什么要回去，但是其实你换另外任何一个人，在疫情期间你都没有机会回家，然后再加上爸爸要过世，其实回去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对，八旗之前是出了很多在中国没有办法出的书，这个就是一个很说不清的事情，就是理论上在我们看来，我们出的书都是正经八百的学者写的，或者是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写的。也许他对中国确实采取批判的立场，但是他不是凭空捏造或无中生有的，都是有凭有据的。然后其实我们也没有真的推出过什么，你说真的批评中国当下政策啊或什么，但我们大部分都是一些文化现象的批评或观察这样子，对，或者是要不然就是讲一些中共过去历史的事情，对，所以理论上它并不是真的那么敏感的东西，不是说什么这个谁谁贪污啊，谁谁在有小三啊或什么之类这种东西。按照某些学者的讲法，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踩到所谓中共的红线啊，对。那但是问题是中共的红线是他说了算嘛，然后再加上习近平掌权这几年，其实他的那个收的对整个社会跟原来控制越来越紧，其实也是在富察被抓之后，我才去看了一些资料，也才发现其实日本也被抓很多人，是对日本也被抓，对，其实台湾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日本过去几年被抓了17个，日本人吗？对，日本人在，然后他们是去大陆被抓，还是在中国被抓？对，而且是日本有些学者，而且那很多例子真的莫名其妙，就是被抓走啊。对，2-3个月前才有个日本人出了一个书，然后翻译成中文，他被关了2000多天。很多例子其实很妙的是，很多人其实是亲中派，像那个写书那个铃木英师，他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在日本的时候就是那种中日友好协会的重要成员，然后他可能去中国有去什么陕西偏乡捐钱给当地小学啊什么之类的，做了那种很多贡献的事情。那这种人你也被抓，你其实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对，那当然背后大家有些揣测啦，就比如说他可能因为长期从事这个中日交流，所以他知道一些情报或一些资讯，掌握资讯，那中国政府觉得这样很危险，就把他抓起来。那但是也有些情况很明显是中国政府为了，比如刚好有些外交事件，有些冲突，中国政府需要取得一些谈判筹码，就把刚好那时候在中国的日本人抓起来，逼日本政府让步。那比如说那个加拿大跟加拿大之前有2个一个外交官，另外一个是记者嘛，被因为孟晚舟那件事情，对，那个华为那个事情，对，华为事情，然后加拿大抓了孟晚舟嘛。那中国就说好，你抓我中国人，那我也抓你2个加拿大人。报复性的，你找不到任何合理的理由说中国为什么要抓那加拿大人。你唯一能够讲得出理由，他就是抓一个人质，就是报仇。对，不是报仇，是交换谈判。对，就你自己是外省人的第2代，对，你怎么看待中国跟中华文化这件事情？哇，这个好大的问题。我相信不只是我，而且我跟那个前一阵跟朱佑勋也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我们受过的教育都会让我们某种程度上对中国文化都还是相当的欣赏。你不管怎么说，他们的什么《三国演义》。从小大家都很喜欢看《红楼梦》啊什么的，然后我自己特别喜欢看《史记》，特别喜欢看《庄子》。我觉得中国文化它有3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确实留下很多东西是很宝贵的。我觉得是文学上的、历史上的、艺术上的、哲学上的。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相信也不是只有台湾，我相信日本人也很喜欢这些东西，美国也很喜欢，全世界都很多人都很喜欢。但是我不觉得今天的中国政府可以代表那个中国文化，做文化大革命啊等等，然后这个马列思想基本上也跟他做一些切断，对。但是
中国最近几年他又开始要恢复，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其实自己某种程度上跟中国文化是切断了，所以你看早年的国民党政府是认为我们才是真正中华文化的代表继承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是。我自己以前，不管在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认识的大陆的同学，他们也都会觉得说，或者是很多来台湾观光的中国人都会发现说，其实台湾好像他们认为保留了中国文化里面那种比较温文敦厚啊，这个彬彬有礼的。虽然台湾人听到可能有觉得很奇怪，有吗？对，但是我觉得至少某种至少在中国人眼光里看来是这样。对，那可能台湾人会觉得说我们那个可能是跟日本人学来或者对，但是回到刚刚你的问题，我真的不觉得今天的中国政府有可以宣称它可以代表中国文化。我上次看你去加拿大国家广播电台还是什么地方，你有讲过一个东西，被他们下成一个标题，我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对，你中华文化是台湾文化的一部分。应该可以这样讲吧？对，但不是全部。是啊，就是我觉得台湾很妙，就是它是一个四面八方各种人都来，然后都来来去去。那中国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觉得台湾应该也很难否认，比如你去台湾的，你说庙宇最好了，对，然后你去庙宇里面，不止那个神明妈祖是来自中国的，然后那个庙宇里面的故事可能是这个七侠五义或者是24孝，什么文昌君，对，这些东西你不可能跟中国做切割。那在某种程度上，它也确实是台湾文化里面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甚至你可以说是基础的部分。对，但是台湾文化确实也做了很多的转化，受过日本的影响，然后受过民主化的影响。我觉得台湾今天的文化已经相当的跟中国有本质上的差异。它受过不同的文化的影响。对，我们也美国文化、日本文化，或是南岛文化、菲律宾、印尼，现在越南人这么多，是我觉得我们在很多的文化，先慢慢的在融入，变成一个我们自己在这个土地上长出来的。对啊。我觉得我们这一代，我们差不多年纪吧。那在教育上面，我觉得我们是比较 typical 的 X 世代，对不对？X 世代，我们算是 X 世代，对，算是 X 世代。X 世代的人是你在教科书上面，你很少会看到你该知道的东西。所以其实我有经历过有一段时间的对台湾的理解，它其实是完全错乱的。所以我才会开始一直去找书来看，或者是去追很多东西，才慢慢的把自己在政治上面的这个信仰，才会慢慢的去理解，然后才会定下来。对，我必须要说，我很长一段时间，我对台湾这2个字是很模糊的。我不知道台湾是哪里来的。是，他是爸爸是谁？妈妈是谁？怎么这个台湾这个小孩怎么长大的？然后他为什么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以后会想要长成什么样子？我很模糊。我出国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写你从哪里来？我跟你说，你知道那个上面啊，每一个人都乱七八糟，就是都乱写啊，不是写台湾或 ROC， 没有，都写自己 ROC 最近台湾知道的事情。然后当时我出国是2004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很妙的一件事情是，你不管写 ROC 还是台湾都可以。对，有一阵子是都可以。What the fuck？ 有一阵子是最早是指那些 ROC， 对，大家可以懂。后来是写 ROC， 大家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就改写台湾。对，然后你就觉得很奇妙，你自己就会内心就是还要看你去哪个国家。对，然后隐隐约约就会感觉这好像很不一样。我有一阵子就觉得，其实台湾人他其实都在找自己的台湾的认同感。那个台湾认同感到底是什么？其实说真的，到此时此刻，我都觉得大家都还是相对模糊，而且在不同世代、不同这个背景的人，他们彼此是非常分歧的。现在大概唯一可以拿出来讲的就是我们是民主自由的社会，是然后最近可能有多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婚姻平权这个亚洲第一个。除此之外，剩下都是完全分裂分歧的。对我觉得在国外如果有出国的经验的话，那个感觉会很明显，就是比如说一个场合。
要大家穿传统服饰，你传统服饰是什么？对，你传统服饰是什么？你说旗袍很奇怪，就是然后你就穿原住民的，对，我也觉得很奇怪。对，我们也没有真的平常也没有真的很关心原住民。对，然后你说把那个当做自己的图腾，也好像有种吃人家豆腐的感觉。对，很尴尬。然后你说我们中南部乡下到底平常都穿什么？总不能穿吊嘎、洞装、蓝白拖，还是穿个蓑衣什么的？对，然后表示以前我们种田，但我们现在好像也没种，也没有人在种田。对啊，所以到底要穿什么啊？所以我们到底要穿什么？这个就很妙。如果我们有一个这个 party， 然后 dress code 就是你要穿那个传统的服饰啊，那代表台湾你要穿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不错啊。但我觉得移那就表示我们其实是移民国家。好。就你若历史再拉长一点的话，台湾其实算是移民国家。是。那蓝白拖不算吗？蓝白拖算不算？算是移民国家长出来的现代化的产物，但不是传统服饰啊。我给大家一个参考的这个角度，就是我前一阵子在一个加拿大文化协会工作，然后我觉得加拿大人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前老板他有个观点很好，他就认为说，当你去追寻有一个单一的什么是台湾这个答案的时候，对你这个思想就落伍了。对，他说为什么不是你任何一个台湾人都可以代表台湾呢？对不对？为什么台湾只能有一个传统服饰？台湾是2300万人的集合体，2300万个人，其实每一个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的人，他就是一个台湾人，他认知的台湾就是台湾。我们没有理由去说台湾只能有一个标准答案啊！我懂，对，去中心化是。等一下，我跟你讲，等一下，这个对我来说有2种感触啊。什么？一，台湾历史真的是他妈的有够短。二就是干台湾好先进哦。那其实某些人会觉得说啊，你这个是一种很左派的一种论述，对，因为相对来说，这种右派的人还是说希望有一个很根源、明确的正统的根源。代表性的价值，但是我觉得这种答案其实也很好，而且也不是只有台湾这样想啊，加拿大也这样想，可能很多欧洲国家也这样想啊。我觉得放在台湾来说，其实它又是一个更合理的答案，因为毕竟你说台湾现在有多少人是原住民2代的小孩，1/6还是多少，对不对？其实他的认识的台湾就跟我们肯定会不一样，然后你也没有理由强迫我们的答案就必须是他的答案，对，是。对，然后你说布农族也好，排湾族也好，为什么他就要穿你的服饰？对不对？我在这边已经3000年、5000年了。对，我觉得这个可以验证之前平路说的，我们就暧昧且温暖。对，真的，对，是不是？我们就是需要处在一个暧昧的状态，暧昧且温暖的状态。我觉得这个说法蛮好的。对，而且我最近其实我每天都在反思这种问题。我觉得台湾其实有时候缺乏明确的国家认同，或者是一种民族神话，其实未尝不是好事。因为那些东西，你去看别的国家，它虽然是一种骄傲或者是情感的慰藉，但它也常常成为一种暴力，它也常常成为一种压迫少数或者新来的人的一种，或者是2个国家就为了争这种意气之争打了起来。是，可是其实台湾其实你可以说因为台湾自己没有国家，所以很特别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但是你换个角度来说，台湾也变成很愿意接受不同的新的事物，不同的人来，对不对？我同意你的说法，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我觉得那个民族神话有时候会变成一种暴力，或多数暴力。是啊，就是你可能都是汉族，或者都是美国白人，对，然后你就会去压迫少数民族，比如说美国就会压迫新来的墨西哥，或者是黑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族裔。但如果你相对的把你自己当成是一个移民国家，我这里其实就是我们有现代化的观念。那个是普世价值，是我们共同认为，比如我们相信民主，相信自由，那你哪里来没关系，我们只要相信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好朋友。对啊，因为台湾这个岛本来就是来来去去的各种人都有。是哦，对啊。我在你写的一些东西上面，我看到你很在意的东西，就是台湾的这个价值，或是台湾到底是什么？对你来说，台湾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我现在开始知道你刚刚说为什么有人被问问题问到最后要一直很好难，很难，确实很难定义的一件事情。我现在忘了确切是哪一个人讲的，我真的是在一个爱因斯坦的文集里面看到，好像是爱因斯坦 quote 另外一个他那个时候一个
比利时还是荷兰的也是一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物理学家讲一句话，就是那时候大家讨论那个纳粹崛起，然后这个德国成为这个整个欧洲的威胁，物理学家就说他很庆幸他自己是荷兰人，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荷兰人太小，所以不至于会做出什么大的坏事。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个让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试着去解构那种对强大这件事情的崇拜。我觉得台湾常常会觉得说，你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台湾都有点自卑，就是说哇，你看这个中国有13亿人口，然后有3000年的文明，然后日本是一个很进步的国家，然后美国非常强大，好像我们就比较小，然后我们很模糊，然后在大强权之间角力，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你往好处讲，就是说那些强权带来的是什么？都是朝代的更迭，然后跟入侵其他的国家，压迫少数民族，侵入别的国家。我们不会做这种事情啊，我们只要把自己顾好就好，我们只求别人不要来伤害我们。我觉得这就是台湾呢，好像我们觉得说我们没有一个伟大的这个领导人，然后带领台湾得过很多诺贝尔奖，然后去侵略国家，或者是说有什么光荣的历史英雄，我们会觉得自卑。但是换个角度来说，那些东西其实也是一种压迫啊，也是一种证明我比你强。其实人为什么一定要证明我自己比你强呢？说真的，其实你把很多台湾做的事情放到全世界的尺度来说，我们都是领先别人的，我们只是一个好像没有一个很多民族神话来证明自己是说一个很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很了不起了，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很了不起而已。哇塞！不是，我觉得讲的太好了，我不敢插话。我最喜欢去理解别人相信什么。当你去理解别人相信什么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你其实不太需要跟他说些什么，因为那个相信是一种信仰，对信仰是动不了的啊。或者那就是他一种基本的人生的预设，就好像我觉得，比如说讲到统独好了。你讲到最后，其实问题不是真正的统独，而是一个人对自己的人生有什么期待，跟他愿意去付多大的努力，牺牲多大的成本去换得什么样的价值。你可以说服一个人说，好，我们知道，如果你台湾跟中国打一场战，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你就可以取得国家身份。这件事情对很多人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他说我为什么要冒着我自己跟我家人的生命危险去取得一个很虚幻的价值？他说我就跪下去，然后我就可以太平过日子，也没什么不好。但其实你很难说服他这件事情，对不对？因为那个其实就是不同的价值选择，就叫做独立自由这个东西。你说它一定就是保证你就一辈子幸福吗？其实也未必。对，它只是你对自己的生命跟你的人生的意义的自己的一个判断，自己的一个选择。是，但其实比较有趣的是价值这两个。是价值这个我等一下再问，但是因为我看过一支影片，然后他是一个外国人。那他在台湾，他是非常站在台湾这一边 ，OK， 所以他做了一支影片在选前，那他去台湾大学采访了很多的学生，然后就问了他很多问题，比如说，然后就问说，你们赞成跟中国统一吗？对，他们说没差啊 ，OK 啊，我没有不赞成，我也觉得 OK 啊，对。这样。然后说，那如果统一之后会剥夺你们民主自由的权利，对，那你们愿意吗？对。然后说，那这个我不愿意。那你知道，他其实在去采访这些学生之前，他的内心其实是有一个我觉得他有一个预设值，可能也有一个期盼。他觉得我们可能对于这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清楚的。台湾的学生来说，他们是清楚的。那所以他们想要做这支影片，就做完之后他懵了，你知道吗？就看到他的眼神是懵的。对。他说：“这个他们都没有觉得这个他们的问题，他们所回答出来的答案是有矛盾的。那。”这个是不是需要对于台湾的历史，可能还需要再研究研究？他本来怀着满腔的一个期盼，然后就觉得预设他今天可以录到一个好东西，结果最后是 garbage。就是我们是相互矛盾的。对，我们刚刚在讲的是价值这个东西，所以我其实
一直在想价值这2个字，在这个时代，它有存在的必要吗？我靠，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其实只有价格问题，没价值。没有，他一直都在 confuse 这个问题。我很 confuse 这个，他一直在 confuse 这个。我没有理解。就我尤其是没有理解的东西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人，我们可能对于价值这2个字是更看重的。价值这2个字在我们心里面，某种程度上，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人生当中，某种程度上是。你知道有一个分量，对。可是我好像觉得，随着时代这样一直往前，时间一直往前，我好像越来越看不到价值这2个字的重要。还有谁在捍卫它，还是坚持它？我不管它的价值是不是跟我一样无论，但是他心中要有他的价值。就是。你觉得现在台湾开始慢慢不注重价值了吗？不是说不注重价值，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价值是什么。这是世代的问题吗？我觉得不是世代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OK， 这跟世代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时代的问题。我觉得那是一个自然现象。就是怎么说自然现象？就是前提是说我们现在社会。基本上有2个最基本原则，就是民主，大家都一样，大家没有人比谁高。另外一个是自由，自由就是说每个人可以自由的做自己想选择喜欢的东西。然后我最近看了几本书，基本上都在，它其实是不同的主题的书，但是归根结底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为什么到最后大家不会坚持自由价值？因为很简单，因为民主社会就是谁都不能说我比另外一个人高。你不能说我坚持的东西是比你更优秀、更卓越、更了不起的。当然，一定还是会有一些人就是愿意做烈士、愿意做奉献自己，这种人一定会有，每个社会都有。但是，整个作为一个社会运作的原则，是我们必须平等看待每一个人。就是你是韩国瑜也是一票，你是苏格拉底、林肯、富森，你也是一票。你林肯，你不能说你比川普的这票更重要。Okay. 所以坚持价值这件事情，你可以坚持价值，你这个价值到底有没有意义，最后是市场来决定的，是不是？是不是说但是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现在的基本的运作方式。每一个政治人物到最后是谁来决定他做的好不好？不是一个道德或者是一个史学家来决定的，就市场来是选票决定的。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的。所以当出版没有局限的时候，它势必就走向市场去筛选的。对，那市场的决定就是最好的决定吗？所谓的最好就是由市场来决定。当然你可以说我得过什么什么奖，我得过 Open Book 奖，我得过普利兹奖，我这个书有一定的价值。比如说好，大家也会讨论说，你这个书这个电影得了金马奖，但是你票房很烂，那到底是哪个得奖重要还是票房重要？那我没有懂，那这个东西其实是在民主自由的这个社会底下，还是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底下？应该说，民主自由社会到最后变成就是资本主义是一个最终的评价的标准，因为就是比量，民主自由社会就是比量。那量要怎么量这个东西，用什么机制去把它呈现出来，那就是资本主义。对不对？对，那天我不是传一个那个链接给你看嘛？他说资本主义其实是归纳出来的结果，并不是一个人创了一个主义，然后大家去，它并不是像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比如对，就是谁创出来的？他说资本主义基本上就是一个自然而然会变出来的社会演化的成果，大家后来告诉他一个名称叫资本主义。就是每个人累积起来的消费就决定这东西是什么。对，你知道我之前看一本书，我觉得非常好玩。他的那个作者是写美国史的，他是一个研究美国史的权威，他已经今年90几岁，但还在写书。然后他的研究生涯，他得过普利兹奖，也得过美国史学界最高的奖。他在谈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美国人都很喜欢讲说，我们现在做什么事情是按照宪法，是根据这个国父们当初的立国精神来做的。美国人很喜欢争辩，说谁的什么的作为，什么大法官的判决最能够符合建国的精神。但是他这个史学家讲的东西就是说，他叫做 Golden Wood， 他讲就是说，其实美国国父在
制定宪法，建国完后大概20年，就发现这个国家已经失控了。美国已经变成完全不是符合当初建国那一群国父，我们知道的是华盛顿啊、Jefferson 啊、Admiral 等这些人，美国马上就变成一个跟他们想象中不一样的国家。所以我们现在常常说的这个国父怎么讲，其实都是自己去想象，都是在脑补胡扯出来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国父们他们的理念是什么？他们就是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说，你说美国的国父，对，美国的国父，他们的最主要的精神资产还是启蒙运动跟古典的共和主义。所以他们是认为说，他们基本上相信说，我们自己是一群杰出优秀的人，然后我们基本上是有一定的财产。所以他们其实都是富有的人，像我们现在可能会说，你们都是一群有钱人，你代表有钱的利益，所以你们不能代表群众。那我们现在这样批评他很 OK， 那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观点。可是按照他们那个时代的观点，你要想说他们是18世纪人，他们相信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不必去每天为了五斗米折腰。所以我在做事情判断的时候，可以比一般人理性公正。因为什么？因为我不必担心说，你不用担心我会收贿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去为了让自己赚钱，可以去这个增加我自己的利益。对，因为我是有钱人。对那当然我们现在不同意他的看法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因为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是我们不是有钱人。也可以这样讲，但是他那个时代人真的是这样相信。而且他们之所以可以这样相信，是因为那种想法其实有几千年的传统，因为罗马人就是这样想。那时候美国人建国就觉得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像罗马一样的国家，可以延续几千年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他们会认为说，我们是一群有财产，所以可以不去追求私利，可以做出超越一般升斗小民的判断的人。所以他们就制定了他们的宪法，按照这样的基础上。可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说，这些我们给予民众这么多的权利，结果最后他们想到的是什么？他们想要的是扭曲利用这个州的议会啊，去做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刚好美国建国之后，基本上政治稳定的，商业就很自然发达，所以他就会发现说，我们制定的宪法很快的，美国就变成一个他们不能够理解的社会。而且他们为什么之所以可以变成这个社会，是因为我们提供了他们人权的保障。所以其实他那个作者的论述就是说，美国国父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些价值，比如说法治也好，三权分立也好，平等也好，让美国变成一个他们不能够理解的社会。对，就是等于说，简单说，美国国父自己取消了自己。对 ，OK， 这个很有趣的概念。但是我觉得，其实从很多层面来讲，你都会发现这个道理是通的。我刚刚说的是一本讲美国历史的书，然后这2天又在读一本讲自由主义的书，它其实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自由主义，我们现在大家都觉得我们是自由主义的国家。所谓自由主义，就是说大家可以在不伤害别人的情况下，尽量的做自己的选择，然后做这个选择就是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在这种理论，你会发现它推到极致，就是说，人其实不应该被任何的宗教、被任何的信仰、被任何的传统，或者是被你的身份，比如说因为你是女生，你生理女性，你就只能做女生的事情。你这么想自己，你做什么事情，你怎么想，怎么定义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说自己是比别人更优秀的。所有的价值到最后都是回到这个人自己，你怎么去做选择。很有趣的是说，当所有的价值判断到最后都是个人来做选择的时候，他会发现所有的价值都是要被消费的。可是最后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变成最重要，所有人都变成消费者。你的生活你是谁，是由你做的每一个生活中每一个决定来做累积起来的。所以所有的价值，所有的信仰，所有的你刚刚说的价值也好，所有的比如说国家也好啊，政策也好，理念也好，最后决定都是你愿不愿意掏钱去来支持他，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他的批评很有道理，就最后变成公民这个东西不是很重要。你想想看，我们1年有多少次投票？你可能我们在台湾，你4年选一次总统，4年选一次议员，可是你每天都在决定说你进了市场要买芹菜还是买红萝卜，还是要买可口可乐还是买这个麦香红茶，麦香红茶。所以到最后，其实消费者这个身份，才是自由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一个身份。
所以其实我不是要反驳你，但是我觉得很不幸的事情，或者你也不能说不幸，很自然而然的结果就是价值这个东西会越来越薄弱，真的到最后大家重要的都是价格。那我自己在看这个问题啦，就是人类基本上是在价值跟价格当中摆荡。就当你的钱赚的越多的时候，你就越需要价值；钱赚的越少的时候，你就越需要价格。就缺什么补什么嘛。对啊，可是你这种说法就基本上还是价格优先。没有，你要先满足三餐物。不会啊，如果你现在像你刚刚讲的民主是自由，如果是一个你相信的价值的时候，你就会在意价格啊。所以你其实是价值优先满足了，你才去满足你的价格的不足啊。嗯哼，对我来说是这样，我听起来是这样啊。所以我就觉得它是一个我们永远都会摆荡的议题。就是它永远都是我这边现在多一点，我就会去追求另外一边。比如说我前一阵，你的意思说人两种需求都有。比如说我前一阵子认真赚钱，我最近就会希望我可以，你知道，努力运动。是，所以我就发现我认真赚钱的时候，我就没有认真运动，然后我身体就不好。它就是一个循环嘛。对，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那这个循环之所以存在，就是最终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是处在一个既有价值也有价格的状态，比如说我也赚到钱，我身体也蛮健康的之类的，因为到最后还是利己主义的一个概念嘛。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啦。我是这样觉得，就是我觉得人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它首先它是人，绝对是动物的一面是有，就是你要吃饭，你要睡觉，你要生殖，你有那个传宗接代的欲望，这个没有人可以否认。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首先是你要有钱，确保你的三餐温饱，然后确保你安全，确保子女的教育跟健康。但是人同时是一种追求意义的动物，而且意义这个东西是非常难讲的。它没有任何的框架，对，它很难有个共识。比如说好了，我觉得其实台湾人很多人想不明白一件事情，台湾很喜欢问 CP 值这件事情，觉得说你做这个事情有没有用，然后这个要能够赚多少钱。可是大家很少去想一件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就是你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永远是你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比如说，你今天作为一个父母，看小孩子在你身边这种含饴弄孙，跟人欢乐的玩，这东西有带来任何的产出吗？它可以增加你的收入吗？没有。你带女朋友去海边看月亮，这件事情有任何的经济产值吗？没有任何产值。你说月亮有什么好看的？月亮，你看到月亮每天都在那。对，美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没有价格，对，它没有任何的经济产能。但是没有人会否定说它是有价值。欣赏美这个东西是很愉悦的。比如说，真的不要说美了，这美好像有点太崇高、太重要。你去高雄看黄色小鸭，这件事情有任何的实质的作用吗？其实没有。但是没有人会去质疑说这件事情带来大家某种心理上的满足跟快乐。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少人去想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每天每分每秒都在发生。那你在价值跟价格这两边，你会比较偏向相信什么？我应该还是价值吧，不然我不会再出版学。对 ，OK， 为什么？那其实我薪水也不高，但是我觉得我可以过活，我觉得就 OK 了。对，当然因为我单身，我也没有小孩养，我也不用去养我的父母，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大的压力。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先坦诚的交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虽然做出版的薪水不是特别好，但是我觉得在我的工作，我也不把它当作一个工作。我觉得做那些事情本身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我觉得我从工作的本身就取得到某种成就感跟满足跟快乐。我想问的是，你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你活到现在40几岁了，你相信什么东西呢？我觉得人作为一个存在，作为一个动物，作为一个生命，它本身就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你不觉得吗？就是人会坏掉，会歪掉，我觉得都是被后天的东西压抑。在这方面，我完全同意卢梭的说法。就是卢梭在安米尔说过一句话很有名，就是说，上帝造事物的时候，每个事情都非常好，但是是毁在人的手里。
我觉得其实你看那种小孩，我觉得每个小孩都非常可爱，他不管是哭也好，他那种看着你的眼神呢也好，我觉得那都是一种很纯粹的美的东西。但是因为后天一大堆事物去逼他长大，逼他赚钱啊，逼他这个限制他不能做这个东西，就是说都把他那种很纯真的一种东西给剥夺了。所以我觉得真正人类应该追寻或者是努力的目标，就是让人在不受太多干扰跟压迫的状况下，让他自然的长大。但是基本上人又很难做到这件事情，我们总是有太多的价值判断，或者是欲望、野心，或者是爱。如果真正的爱，应该是不会，对，就去把人变得歪曲掉。对，所以你说问我要有什么东西真的相信的话，我觉得就是应该让人自然而然的长成他该有的样子。你过往，譬如说这3年，对，过去这2-3年，你脑中觉得你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还是台湾要不要独立吧？就是台湾到底该怎么办呢？我一直觉得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你超级在意台湾这2个字，哎。那没办法啊，我们就是生活在这里，你就是这里的人。但是有很多人生活在这里，他根本不在意这2个字啊，不 care 啊。但为什么？但我要问的是，可能我念怎么那么 care？可能我念政治系的吧。但我也不觉得我觉得你念政治系，可能是你在念政治系之前就已经觉得这2个字很重要了，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觉得一群人怎么样去决定自己的生活，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那你觉得现在这群人没有好好的去解决这件事吗？我也不能说没有，我只是说这个状态到底是不是最好的？你觉得他还有可以最好的吗？好像也没有，不见得很难。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这样也不错。撇开就是有人会想要打你的那种问题，对，对，撇开别人好像也还行，对啊。但你有想过为什么你一直就算现在撇开有人想要打你，看起来过得也很不错，你还想要再去研究这听起来是件很奇怪的事情吗？不会啊，不会，我只是好奇，就是为什么会在意？为什么你觉得？就算现在有人要打你，然后你觉得这我们也过得很不错，但你还是想要很认真的去往这个地方钻下去，去想这件事情。确实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应该说这样讲，我小时候很喜欢看一些中国的古书，这个楚汉争霸，然后这个战国策啊，春秋这种那些人永远在辩论，就是说什么样的状态是对这个政治社群一个好的状态。那所谓的好，就是说大家是不是过得开心，过得生活是不是有价值，有没有意义。那我觉得人都会去想说，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我的生活这样过，是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其实刚才还是回应你的问题，就是价值这个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底重不重要。我觉得对我来说那是重要的。对我来说，人生不是只有吃得饱穿得暖，然后出国旅游，然后买很多东西很开心这样。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于说，你回过头来理解，比如说好了，你今天70岁80岁，你有没有办法跟你的儿子孙子讲说，爷爷这一辈子过得是很值得的，或者说你会觉得说，把你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没有辜负你，我没有把你丢到一个很烂的地方。对，因为我们都把它搞烂了，然后留给你这样。我觉得你在我们留给你的世界里可以过得很快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我们有余裕的状况之下，当然有些事情你根本做不了，决定不了，那也没办法。但是当你有可能有选择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做一些选择，让你的社会，让你这个群体过的东西可以更快乐？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本来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听你们这样一讨论，我就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就是那个有个作家胡慕情写了一本书，胡慕情采访那个林瑜儒，就是一个死刑犯。然后他好像是2013年的发生的事情嘛。林瑜儒被判死刑，但还没执行。那为什么被判死刑？因为他杀了他的老公、他的婆婆跟他的亲生母亲。但他是不是真的有杀？这个法院判决其实是有值得有争议的。但是至少总是他杀了她老公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他好像也没有否认。然后那个书，我觉得一开始就讲一件事情，也很沉重的一件事情，但是刚好呼应你这个讲的价值这件事情。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但他很介意的是，人家怎么去理解他为了他杀人这件事情。就是那个过程。对，新闻媒体把他报道成说他因为赌债，然后所以他要帮他的老公保险，所以他诈领保险金。
然后所以新闻媒体都把它标写说她是什么金氏媳妇，什么这个什么蛇蝎美女之类的这种黑寡妇之类，但是她在她看来，她不是这样的人。他认为说，我杀了我老公没错，但是因为我是为了保护我自己跟保护我的孩子。对，所以我觉得就回到价值这件事情来，就是说人其实生死是一回事，我们当然希望生，不希望死。但是死，即使是死，我也希望我死是正确被认识的，我不希望被污名，我希望我的死是。我能够被大家正确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是人最根本的一个需求跟渴望。对，我觉得我们都是，我觉得那种古代希腊人讲很好，人都是政治的动物，我们都是社会性的动物，我们不太可能真的是孤零零的。你就孤独跟寂寞是对人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们希望我们被理解、被尊重。那你说这个东西有实质的经济利益吗？其实未必有。对啊，有时候孤独的时候，其实你还省了很多钱，不是吗？养小孩，对，省很多钱，陪女友、陪老婆，省很多钱。有一阵子，他经常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死后你的这个坟墓上面写什么字？没有，我要问他的问题是：你希望你是在生前被人所记得，还是死后才被人所记得？我不太确定这两个差别在。就是你希望你是在生前就非常有名，OK， 但是你死掉之后可能就没人记得你了，还是你希望你死掉以后？你的 legacy 还会留着，你的精神还会长存。我知道这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很 tricky 的问题，它是一个人基本上相信的，那就代表你相信的价值。那你死了之后，谁记得你没有差了嘛？对不对？对，但你希望你在世的时候就取得成就，还是你过世的时候成就比你还想象的还要高？但你过世之后，你可能感受不到，不知道这件事情。对。就好像我们常常在聊那个蒋渭水一样嘛，你去看他生前，其实他做的事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认同啊。OK， 可能还是有争议性的人，还是很有争议性啊。然后他在这个活着的这个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会有很多失落的时刻，然后别人不支持他，被抓去关的时候，whatever， 就是他并不是在生前他就活得非常的畅快。我了解，离开的时候可能是破产的，对，大部分的伪料，对，然后家里过得也不好然后家人都被他连累了，对啊。可是你去想，他死后多少人记得他？是然后多少人？不要说你就是看一个人丧礼就知道了，他的丧礼。几千人来帮他送，对。那可是重点是重要吗？对他的家人来说很难说，对不对？对不对？对啊，他的老婆小孩可能会觉得说啊，跟这王八蛋比如说你让我生活过得这么不好，社会可能也有些人会讲说啊，这个就是败家子，或者是他就是政府你没有守法，对。然后他的孙子一直到他是老师，这种国小老师，他退休以后。才真的去理解他的祖父，因为我们看很多白色恐怖时候的人都是这样。是啊。这样，可是你知道那个价值多久之后才开始展现？对，可能他死后过了50年、100年才会慢慢。可是重要吗？重要吗？我们可能到现在蒋渭水这3个字，可能在某些人的心里还会被消费。对，他可能才会被你知道，还有人说他是治水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件非常个谜，对，它就是一个谜嘛。我就觉得价值这2个字到底，就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对，算什么？到底算什么？所以他经常前一阵子他常常在问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说我不知道。我们在同样一个时代成长，你怎么去看待你成长的时代跟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在哪里？我记得是吴小乐之前写一篇文章，吴小乐讲的很有道理。是他写的吧？他用一个比喻，他说：“我现在我必须说，我有点不是很确定他。我也许这是我对他讲的话，你个人的理解。对，就是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可能就是你要证明自己的时候，或者是说对抗体制的时候，
你是有个很清楚的对抗的对象。那更年轻的这一代，可能比如说你的女儿，或者是也许20几岁、10几岁的台湾人，他因为已经相对来说非常民主、非常自由，然后教改啊，给他很多空间，那变成他没有一个压制他、阻止他实现自己的力量，所以他不需要去对抗那个东西。那也就是说，他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的话，那就是他的问题。这样讲可以理解吗？可以理解。所以涂老师那个时候讲的说法是说，好像我们这个时代要游泳的时候，你有一个墙去踢那个墙。你们游泳吗？有，就是你要转身的时候，你有一个墙可以一踢一蹬，你就可以游很远。对。但现在那个年轻人小孩没有那个墙去蹬，所以变成你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在证明自己。在水中你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滑，那就很累。但你有没有发现，无论什么时代的人都在追求自由？是，所以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困难。但自由对你来说是什么？哎呦，这个一个问题比一个。In general 来说，自由对我来说是什么？你怎么有办法想得出这些问题？是有个题库吗？那你要练完考古题材上。自由对我来说是什么？对。我们刚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很早就在聊这个事情。我有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当年是有相对明确的敌人。是。比如说我们在上一代，可能他们对抗的敌人就是专制啊。到我们这一代，我们可能相对民主自由，但我们有可能比较这个中心思想的教育方式，或者是比如说某一些无聊老师，或者我们有个明确的对象。对。到下一代的时候，他们那个对象越来越模糊，但越来越模糊表示什么？就表示他越来越难对付。是我们那个时代，譬如说我们把头发剪短一点、留长一点，就已经你知道吗？就已经觉得我他妈的存在这个世界上有价值。我推翻了，对，我推翻了某些威权的告诉我说，你不能剪短，你不能留长那我们就只要弄一下书包背的都。就怎样酷一点，上面别2个徽章，裤管改长改宽一点那个年代就很酷了。现在不是现在是老师你说什么，家长说好啊 OK 啊，我靠，你该怎么？你怎么办？你怎么办？你要怎么样去证明你自己很帅？哇塞，听起来累啊。所以我之前半年前吧，跟一个算是做文化产业，但是他专门关注教育的一个，他自己小孩也念大学，他就说，真的给你太多自由的时候，其实你反而陷入一种彷徨。他是跟妈妈自己这样讲，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一句话。我有一个深刻的体认，创意其实需要很多的自由，它不能够有框架的。对，可是我有发现，当你完全没有框架给任何一个人的时候，框架是最多的。OK，然后我就试了几个人以后，我就惊觉到了这件事。我突然有一天就发现，其实自由本身它其实就是没有框架啊，它本身就没有框架，它其实是它就在那儿，你要不要去拿住它？它就在那儿，你是看得见。我懂你意思。重点不是那个框架，是因为你需要扶住它，因为你很怕你跌倒。OK， 你太怕自己跌倒了，所以你才会需要那个框架，不是框架需要你，是你需要框架。那有一阵就是在讲说，我们都在追求自由的路上，逃避自由。所以权威永远是有一个吸引力的嘛，他有啊，绝对是有啊，所以永远大家觉得我就是臣服于你，你帮我做决定。对，是。当你太过于自由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个权威来告诉你说，我今天要买，是就怪那个权威。对，我今天要买哪个行李箱，我今天要去出国要去什么地方，我今天政治要做什么决策，我需要一个权威人告诉我这个事情是对的。然后如果错的话，我就怪你就好了。这个我相对是卸责。对，但如果把责任扛在自己身上，我就会觉得我自由无所不在啊。其实真的是，所以真正的自由其实是一件自由是一个重担，自由是个重担，自由是个重担，你能够承担得起，你才能够有自由。对啊，就好像我们前一阵子说，我说我们为什么可以好像看似活得很自由，那是因为我负得起责任啊。
哇，这句话也不是随便乱讲吧？我认真的啊。可是这句话讲起来很轻巧，可是它其实背后很大的自律。是啊，没有，那个是欠了几千万之后可得到的结论。以前我高中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个哲学研究社，我们那个社团老师他叫史作琛，一个写过很多书的一个哲学家，他就讲一句，他常常喜欢讲一句话，就是说。你很喜欢音乐的人，你想想看，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巴哈，你要怎么做音乐？然后，如果你是个佛教徒，你不穿袈裟，你要怎么去做佛教？就是大家都好像我们都觉得说，我们很有创意，很有才华，但实际上我们都某种程度上都是依附在某一个权威或者一个历史路径上。真的没有那个历史路径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做真正那个创作有想法的？其实真的很难，真的对，所以大家在抱怨权威的同时，其实也反映你其实有种程度上你离不开那个权威。我觉得很妙的一件事是，我们通常都喜欢去听有名的人讲话，然后他讲的话就特别有道理。我认真的，这是真的是这样吗？对，真的是这样吗？你会打一个问号？对，对不对？是不是你还有个问题要问我？刚刚问完了吗？我问完了，我说自由是什么？但我还没回答你。我觉得其实按照教科书上的分析，自由有2种。然后我们通常讲的是其中一种，就是不受控制跟不受压迫，不受外力逼你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种一般是叫做一种负面的自由。但是另外一种自由是说，你真的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做出正确的决定的事情，做正确的决定，那是一个比较 positive 的自由，那个是其实比较难的。但是那也就是康德的定义，就是康德的定义是，康德把自由分了2种，一种就是说，本来他说比较高级的自由，不是只是欲望的满足。而是说做真正对你有利的事情。康德的自由刚好跟一般人现在人相信的自由是相反的。比如说你可能会觉得说，我现在不自由，对，我今天晚上就是想要狂吃盐酥鸡跟喝啤酒，什么都没有人要管我，那是自由。但是对康德来说，你狂吃盐酥鸡跟喝啤酒对你健康不好，所以你做了一个不理性的决定，所以你其实是受到欲望的控制，你是不自由的。对，所以他说，真正的自由是做理性的决定的自由。对，做长远来看对你有利的意思的自由。那我自己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对，但是这确实其实也是不容易，听起来很难。对，而且有时候你真的也不太知道到底什么是对你自己好。而且盐酥鸡还蛮好吃的。真的好烦哦，这个好烦哦。对，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低层次低一点。对，喝酒。对。